凡事圆融，我不逆流啊！今天又来到胃食道逆流专辑，我是吴文杰医师，他是李炯宏主任。大家好。那胃食道逆流专辑今天来介绍一种又是假逆流哦，假逆流。我们上次有介绍所谓的食道磁管不全，那这次的介绍就是喉咙卡卡，对不对？喉咙卡卡，很多人都怕是不是食道癌，那其实不是说食道癌啊，胃食道逆流也会，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咽喉癌。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这个来宾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那个秀传医院的胆道内视镜主任李炯宏医师，我目前也是兼任田中仁和医院的医疗副院长。我们也很荣幸哈，在这个原生的胃食道逆流中心在去年10月邀请我们这位副院长来我们中心来做监诊，然后帮我们的患者去做服务，内视镜的服务、检查服务，因为他做的相当好，所以吴医师也相当的放心。对，那这个为什么今天会请他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些治疗，除了是大家知道说内视镜啊、胃镜啊、肠镜啊、食道癌症的治疗之外，他有一种癌症是一般肠胃科医师很少碰的。那这个癌症就是长在这个咽喉部。那你主任，你要不要提提看，你以前有没有碰过哪些的这个案例是被你诊断出来在咽喉部真的长癌症？蛮多的哦，其实大家真的低估了。台湾是一个好发头颈因为大家烟酒槟榔，尤其在南部中部也不差，中部大概是好发率第2名。那这些烟酒槟榔的这些患者的话，这些口腔癌的几率、食道癌的几率高。同样的，我们的咽喉就是他们的刚好介于中间。对。所以咽喉癌在这一类的族群也同样是高的，只是很难被早期诊断。为什么他们会很难被早期诊断呢？因为早期跟食道癌一样没有症状，他们都是，但这个的特性跟食道癌非常的接近。早期的癌在食道跟咽喉都是平坦状的，在内视镜的检查也好，或者临床诊疗几乎都是看不出来的，都平的啦。对，平坦，85%以上都是平坦。它真的凸起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中度了，都已经比较深层的侵犯，那可能淋巴转移、血管转移、远端转移的机会，通通都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做胃镜，我也很害怕有没有漏掉看到这种平坦的。其实不是很好看呢。对。那其实肠胃科医师常说，我们就做胃镜从嘴巴一直看咽喉，看到食道。但是李主任来分享一下，到底这种一般的胃肠镜的医生在做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可能会漏掉的地方？肠胃镜内科医师在做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要先厘清这个病人有哪一些风险，在你还没把胃镜伸进他的咽喉伸进嘴巴的时候，你就应该心里要有底的。第一个，在病史上你有没有先询问他有没有烟酒槟榔这些口腔癌、咽喉癌、食道癌或者其他的病史？有的话，哇，那你可能整个过程都要小心了。所以我个人的话，我会在病史上面特别询问。那接下来在你进入到，有时候病人不老实，他说无我无啉酒，我无食薰还是金吗不？以前有嘞，但是他说不老实，有时候病人讲话不正确。但是当我们医师的话，又要谨慎。当你把内视镜放到嘴巴的时候，发现明明就很多烟垢还槟榔渣都出现，这时候你就应该相信自己了。这时候一定要警觉，这些就是一个头颈部癌症以及食道的危险族群，所以要非常的谨慎。那在食道跟胃镜的部分的话，食道是一个管子，要有一些角度让你躲掉，可能比较少。所以内视镜医师这一部分的话，除了一些 NBI 放大内视镜点一染色可以协助以外，大致上我认为真的要 miss 掉的机会，在现在的医学教育上面的话，我想我们内视镜推广那么久了，应该渐渐大家都知道。对，其实大部分的医生都没问题都可以知道。那你可以刚刚讲到一些特殊的一些检查方法，去帮助早期诊断食道癌或咽喉癌。是你再重新再讲一次吗？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这个点染色NBI，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检查早期癌？NBI 这一类或者是蓝光这一类的话，它是利用一些蓝绿光这种载频的影像的话，它可以凸显我们黏膜的血管病灶。黏膜血管病灶的话的异常是早期癌最早的特色。那所以可以利用这样，那配合放大的话，可以把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些不规则扩张和它的病灶的范围更凸显出来。那至于点液的话，因为鳞状上皮细胞正常的口腔、咽喉、食道都是鳞状上皮细胞，它们具有肝糖分子。肝糖分子跟点液结合之后的话，颜色会产生深咖啡色这样子一个变色。但是当异常了之后，那这个肝糖这样一个特色就不存在了。所以呢，你就会看到说，正常黏膜是一个深咖啡色，但是不正常的黏膜是
可能是一个粉红色染不上去，粉对，红色粉红色。但不过这个方法在食道可以用，咽喉在一般的情况是不能用的。为什么咽喉不能用这种所谓的点液染色呢？当你在咽喉撒上这个点液了之后的话，大概病人尤其是麻醉没有插管麻醉的情况，很容易呛到，呼吸上会有一些吸入性的一个危险。所以听起来咽喉癌比食道癌更难早期诊断哦。对，因为它的死角多，而且能够诊断的工具又少一些。那你因为你主任算这方面的专家了哈，你有没有什么美感小 paper 要教一下，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医生或者病人能够比较早期诊断这个内视镜的时候能够早期诊断咽喉这一块？大概有几个摸一个哈。第一个，内视镜医师应该要先了解好发的位置在哪里。好发位置在哪里？你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病人有时候在喉咙这边有呕吐反射很敏感的情况下，要最短的时间内找最容易好发的。最好发的位置在3个位置：左右两侧的梨状窦，还有舌头后方的一个后下咽的位置。这3个位置你只要看完，大概70%到80%几乎都落在这里了。这个是在日本，因为日本对于这样子一个早期来的诊断的话，他们涉猎的研究非常深，所以我过去在读这些文件，我也发现，这个人的临床经验跟他是吻合的，所以台湾我认为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也是运用的可以。那第一个是临床医师，第二个的话是病人。假如你真的是这样一个高危险族群的话，但是你又很怕，哇，那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我害怕，我会呕吐反射很敏感，那我还是建议病人。其实考虑自费的无痛麻醉，最能够让你安心的接受这个检查，因为检查时间短则30秒，有时候我在检查的时候，也许会超过1分钟，在咽喉就要检查1分钟。所以检查时间也很重要哈。那你可以选择麻醉，让你的比较舒缓的情况下，医生也比较从容的情况下去检查这个地方，慢慢看。好，那 NBI 是可以帮忙嘛？NBI， 但是点液染色就比较不建议。除非插管，对，除非插管。那我是觉得其实蛮辛苦。那其实咽喉部其实鼻喉科医师他们也可以做这个鼻咽镜，也可以看得到这边嘛，也是他们的专门嘛。对。只是说肠胃科医师我们在做肠胃镜的时候，胃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意外会发现一些咽喉肿块嘛。不过如果没有警觉的话，你常常发现都是凸起来太明显的这些肿瘤了，那很抱歉，那就不能叫早期，那就来得晚。就是太晚了啦哈。那这样子的患者，如果真的被你诊断了，那你都是怎么样去治疗这样子的患者呢？我们在 NBI 放大内视镜的评估下，跟食道癌可能可以有类似的分类法，我们可以去评估它是早期，或者它已经有深层侵犯晚期，或者是淋巴转移这些风险。那如果我认为这是早期，那我们配合了一些正子还有电脑断层这些检查，排除了淋巴转移这些的风险的话，认为它是早期癌，才能够来选择，包括说内视镜的切除，或者是转给耳鼻喉科医师做一些雷射，保留他的咽喉这样器官保留，但是把黏膜下层病灶给摧毁，这是第一个。但是如果在经由内视镜的评估或者是细密的这些影像检查，发现这个应该不是早期有转移的，那我们就内视镜就大概就不做考虑了，我们就转给外科医师，然后让外科医师去跟病人讨论，就是说要选择器官保留，或者是选择保守的，包括说淋巴结的清创，再配合局部的肿瘤切除，对，肿瘤切除或者说放疗放化疗，所以这个很重要。你看这边如果真的切除啊，讲话什么可能都是会不会就是有点困难，或吃东西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对这些患者，其实我认为我们常看到这些口腔癌，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多，但是咽喉癌的患者是怎么样呢？大概就是没办法发生，因为声带会被拿掉，所以器官就是很重要。不仅是外观，连讲话发声，这些都很困难。那吃东西当然了，这边会经过重建，吞东西要吃东西，大概就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子了。这样听起来真的好可怕。还好我不用做治疗咽喉癌。好，不过咽喉癌只要早期诊断，你就可以选择说，比如他们可以用雷射电烧，对，或是说内科医师像李主任，他们就用胃镜的方式去直接切除，对病灶完整的，像内视镜黏膜剥离，就像削苹果皮一样，把那坏的部分给削下来，这样就可以治疗好了。所以重点还是在早期诊断。那其实可是很麻烦早期的这些病人通常真的没什么症状。所以要靠医师有警觉，还有病人的病史你也要了解你是危险族群，有烟酒槟榔，或者你已经是头颈癌，你已经是食道的患者，你来找咽喉癌，找的机会可能有25%到30%，这么高的机会。
你再重复一次，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本身是头颈癌的患者，或者你本身有食道癌的患者，其实你如果仔细的检查他的咽喉的话，你可能有25%到30%，你就能够抓到咽喉癌。对，所以一个病人不仅一个癌，因为这些都是有共病关系。对。都是鳞状上皮细胞，危险因子都是烟酒槟榔。当你吞下去烟酒槟榔这些摄入的时候，怎么会只影响这里呢？这边也可能影响，食道也可能影响，所以这些就是共病的一些癌症。当你的医师在帮你治疗食道癌的时候，没有给你看咽喉的时候，你特别请他帮你会诊耳鼻喉科，或者其他的特别看，或是你有咽喉癌的时候没有检查胃镜，这也是比较不适合。像不讲耳鼻喉科他们的学会是说，如果你这种口咽喉癌的部分，他们还是会排个胃镜，再看看食道有没有共病症哦，这是蛮重要的。哇，那其实台湾做这样子的咽喉癌，我记得以前在日本，我进修的时候，日本人有这样做，那台湾真的做的应该不多吧？做的医生应该不多啦。因为一些技术，还有一些风险，还有大家可能过去从来没看过人家做，所以大家临床医师不太会去做学习。不过这也是我们比较发展落后于日本这样子的内视镜先进国，甚至坦白说，大陆，我个人在涉猎上，我发现大陆做的比我们还要更前进，更接近于日本的现况，这是我们要加油的。对，我们其实就加油啊！为了这些东西，我们也是很加油，一直在学新的东西。那你看，那李主任他来我们这边，他也可以分享他的专业知识。所以台湾这一块是做得非常好了，因为我目前认为，知道说像是台大啦、艺大啦，或者是北医啊，有很多的专家也是开始在琢磨这一块的治疗。那预计未来也许台湾只要你们早期的发现，这治疗预后都会很好。对，好啊，最好什么？槟榔吐掉啦，烟戒掉啦，酒就不要喝了，好，不然怎么样？不然就是槟榔照吃，烟照抽，酒照喝，但是要每年做健康检查，对不对？哦，那我是建议，我们医生都建议不要再能够把那个东西就戒掉嘛，对，不然就很辛苦。那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患者的故事啊？我有患者的话，他其实是喝酒，然后酒精性肝硬化，同时也有 B 型肝炎。那他一来的时候就被我诊断了3个癌。大家知道肝硬化一定要做超音波，他一定很恨你，你一看到他就得到3个癌症，都是你害的。没有，他后续追踪其实一共有7个癌啊，7个癌，没有，要算颗数的话超过7个。这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次诊断的时候，我们在肝硬化患者一定要做超音波，就发现1颗肝癌，那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可以做电烧。同时肝硬化它又有烟酒槟榔，你一定要看有没有早期食道癌，以及食道有没有那个静脉瘤。尤其它也有黄疸轻微腹水。那这时候我们做的胃镜检查，就同时又发现了食道癌。但是在第一次的时候，我要很坦白的讲，我没有发现咽喉癌，因为这个病人那时候没有做麻醉。OK。但是当早期食道癌我在做切除的时候，是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做。在全身麻醉情况下做，我就会还没有动手之前，我就会在咽喉彻彻底底的再把它找一遍，以确保没有漏网之鱼，我没有诊断到。结果就在咽喉又被我找到另外一个早期咽喉癌。不过这个患者他其实不是那么听话，烟照抽，不过酒戒了，槟榔也戒了，偏偏这个瘾君子这个烟真的难戒，比较难。后续在追踪的时候又有肝癌又在找。但是呢，食道癌的话没有，但是结果后续再找又找到另外的2个很小的咽喉癌，不过都早期，都可以利用内视镜切除，并且保留它的声带咽喉这一个部分。所以说这些病人，即便你后来戒了酒啊，甚至你烟也戒到，我们敢说一定不会有第2、第3个癌吗？不可能，时间的关系，有些已经提早被你发现了，但是在日后1年、2年之后的话，第2个癌还是可能找上你，所以一定要小心。所以啊，那病人一定会跟李主任讲说啊，反正你在就好了，我就烟照抽酒照还，你再帮我切掉，怎么得癌症再帮我切掉就好。没有啦，其实我一定会叫病人把烟酒槟榔都戒掉，因为持续慢性的这些物质的一个暴露还有刺激下，会有更多来，包括口腔，包括第2、第3个食道癌都可能找上你。这个预后有时候来不及。然后万一我没找到，我不是病人不就撩到？如果他休假的时候，记得来找我。哦，所以这个烟酒槟榔如果可以的话，就早点戒掉。对，好，不要碰运气啦。那其实我之前在医大那个王文仁教授那边，他也有做一个发表。当你食道有一个癌症切除之后，如果你诊断食道，他可能就会
同时可能有其他的癌前病变存在，这时候就用电烧的方式把整个皮就换掉啊，整个食道换皮啊。那其实这种烟酒病啊，也许未来啦，当然不知道，也许未来咽喉部分也可以做这种换皮，或者是说早期诊断一些多处的地方，就把它处理掉啊。那就是刚好运气也不错，刚好主任也很细心，在这个麻醉的情况下重新再看了一次，然后把它处理掉啊。是不是在你刚刚讲那个3个比较容易发现的地方，对，长癌症？对，大部分确实都是这样。但是有时候我一开始发现的时候，有时候是在一些头颈癌患者，有时候一开始发现的是多发的，在咽喉可能5处以上啊。那这种有时候我就爱莫能助，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单纯的企图用内科这样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慢慢的切着，5个地方，那这个整个食道的整个咽喉的黏膜都被我们切除打肿，这样子的话时间冗长。切除还不一定切干净，但是呢，咽喉水肿会造成这个病人术后无法拔管自己，这些风险。还有切除完的伤口会挛缩，这时候咽喉没办法放松，你的吞咽会产生吞咽困难。所以变得如果你是太大面积或者多发的时候，这时候的话，很多治疗都会可能又有一些会受限，而且有一些你可能病人不晓得，或者医师也很难去保证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吞咽困难，吞不下去，在咽喉会容易呛到，对，这就很麻烦了。所以听起来好像耳鼻喉科医师应该蛮讨厌你，你抢了他的工作啊！至少耳鼻喉科工作你抢他的工作干嘛呢？其实不会啊，其实医师这方面我们认为是各个领域是互助。对，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也提醒你这一方面耳鼻喉科医师也应该加强这样子一个早期诊断的一个技巧。那第二个，我们找到的时候，不见得每一个都是早期，我们该转的有深层侵犯的，我们无法用内视镜早期来治疗的，我们就应该让病人早一点去找专科医师接受手术的治疗，或者电疗加化疗。我觉得最困难是早期诊断，所以李主任他一开始早期诊断之后，其实后面有个团队啦，对不对？有个团队，比如说会诊耳鼻喉科，然后肿瘤科、放射科一个团队之后，对于你的这个治疗计划做一个详细的评估，然后是一个团队来帮你做一个治疗是最好的。所以其实不光肠胃科也没有多厉害啦，肠胃科医师也是要靠很多外科医师，靠放射科医师、肿瘤科医师等等一起协助。不过第一关就是要靠我们的肠胃科医师要先检查出来。未来也许我想我们在影像的诊断的进步，连耳鼻喉科医师的这些内视镜的一个解析度，包括 NBI 放大，他们也可能可以运用得上。所以我想他们也会慢慢的再跟上来，我们也应该可以慢慢的追上日本的脚步。好，太棒了！那今天很荣幸我们提到这个胃食道逆流专辑的钾逆流专辑是特别提到这个咽喉，所以当你咽喉觉得怪怪、灼热感、痛不舒服的时候，或是喉咙卡，一定要小心有没有这个咽喉这个肿瘤，不是只有食道逆流咽喉可能有肿瘤。但是如果要早期诊断，第一个是要让这个做胃镜的时候，这个咽喉部是要稳定的，不要这样。那第二就是说，医生要帮你在3个比较常见的地方，至少在3个比较常见的地方看清楚，对，说明白照相要照出来。那再来说第3个就是说，如果这些有些特殊的仪器 NBI 的检查啦，去看清楚的话，也许对患者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如果你都不来检查，或者说你都不管它，就吃槟榔喝酒，那7个癌症也是刚刚好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下一次让我们再邀请我们的李主任来给我们分享他的专长。你不要以为他这样，他只有这1-2招他其实什么都还不错肝癌你是自己治疗的嘛？如果可以电烧，我们才自己治疗。但是我们有时候要靠外科的手术切。但是电烧是可以自己治疗，你可以做电烧治疗。可以。所以未来我们还有一期肝癌，也许我们也可以找李主任来分享他的对这个临床经验。然后他是秀传这个胆管内视镜的这个主任嘛？什么叫胆管内视镜？到底那个在干嘛？胆结石胰脏阻塞胰管阻塞胆囊有肿块这个都是他的专长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把它挖出来讲出来。那希望我们下次我们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多分享，好不好？ 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吧，拜拜，拜拜。